2026年7月6号的上午，广西衡州市六兰水库的坝体被洪水撕开了两处约50米宽的缺口。对坝下的村子来说，从水漫过坝顶到洪水进村，几乎是瞬息之间。截至9号，官方通报26人死亡，7人失联。一座刚刚被加固、改造、标准化的水库，为什么最后还是塌了呢？很多人已经追问了政府的治水能力、财政、贪腐和责任问题，我们不再赘述。我觉得答案不完全在最近这几年的工程款里，它还被压在一个更老的东西下面。六兰水库今年已经66岁了，它在1958年动工，2年建成，是几万农民用扁担和竹筐垒起来的一座土坝。原本的整个坝身是用粘土一层一层夯实，没有钢筋混凝土。2009年，政府花了7000多万来加固那堵挡水墙体，但这个项目到今天都没有通过竣工验收，期间还被水利部门通报过质量问题。后来又陆续花了3个多亿进行改造，修了灌溉渠道、坝顶护栏、绿化草皮，还有智慧监控值班室。钱几乎没有花在那道会溃的坝上。村民说越修越漂亮了，刚花了这么多钱，肯定安全了。结果呢，漂亮了1年，崩溃了。六兰水库不是孤立，在它动工的时候，正是全国修水库最狂热的大跃进期间。那几年建成的水库超过了45000座，接近今天全国水库总数的一半。1957年，为了给大跃进造势，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社论，其中一篇写道：我们要改造人类社会，改造大自然，同时也要改造我们自己。没有革命志气，什么事都做不成。革命建设的事业就是要变革现实世界。意思很明确，一座坝修不修得好，放在第一位的不是地质、水文和材料，而是革命意志。只要意志坚决，就没有战胜不了的自然。这套思想印在海报上就是4个字：人定胜天。但是，即便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，也不是铁板一块。总有人想发问，在自然面前，人的意志到底能不能搞定一切？第一个提出异议的是李锐。1958年1月，他接到通知去南宁开会，没错，就是离如今出事的六兰水库差不多1个小时车程的南宁。他接到的电报上写的是要讨论三门峡问题。李锐一看就知道电报多打了一个字，不是三门峡，是三峡。因为那个多余的字背后有一个多余的人。就在1年前，水利专家黄万里反对三门峡工程，警告泥沙会淤死库区，结果被打成右派，送去劳改。后来三门峡果然严重淤积，2次大改建，代价一直背到了今天。李锐当然非常清楚这些，他也明白，就算自己是水电部门的技术官员，属于体制内，但要是说了反对的话，也不一定能够自保。飞机抵达了南宁，当晚，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来给他透话。毛主席正在为反冒进发火，周恩来都当面挨了批。这话的意思是，你呀，就别再唱反调了。第二天开会，就在毛泽东住处的会客室，李锐坐在毛泽东对面，旁边还围着刘少奇、周恩来、彭真等人。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先发言，他从汉朝开始讲起，说了2个多小时，谈的主要就是理想。共产党人一定能够拿得下这条长江。李锐后发言，说了不到半个小时，摆的全是数字。按200米的高坝方案，光移民就至少105万人，还要淹掉四川10几座城市。你看，林一山讲的是革命意志，而李锐讲的是现实条件和技术限制。李锐他只能走到这一步，他反对的是蛮干，不是反对开发本身。毕竟，
对于三峡，毛泽东早在1956年就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了：更立西江石壁，截断巫山云雨，高峡出平湖。因此，李瑞给的方案是换一个修法，先不要集中去修那个最大的三峡，而是把全国的水电铺开，修一批小的，慢慢来。李瑞说完，坐在他斜对面的彭真在文件上画了很多道杠杠，表态支持李瑞。会议结果，毛泽东暂时搁置了三峡。在散会之前，毛泽东指着李瑞说：“你来当我的秘书，我需要这样的秀才。”李瑞连忙说：“我当不了，水电业务忙得很。”1年之后，庐山会议，李瑞因为反对大跃进的冒进，撤职，开除党籍，下放。文革当中还在秦城监狱单独关了8年。他早年一篇讽刺搞大工程的小杂文《大渔网主义》，当年没有人理会，这个时候被翻了出来，成了批斗他的罪证。毛泽东可以接受一个工程暂时做不了，但是不能接受用客观条件的约束来否定整个大跃进。李瑞活到了102岁，平反之后，他一辈子都在反对仓促上马三峡，不过他最终还是失败了。1997年11月8号，三峡大江截流仪式上，江泽民的讲话第2天登上了人民日报，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：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的传说，大禹治水的故事，表达了远古时代中国人民改造自然、人定胜天的顽强奋斗精神。毛泽东没来得及胜的天，江泽民替他胜了。在李瑞阻拦毛泽东上马三峡工程的40多年后，有一个人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：就算技术做得到，钱袋子也够了，人是不是就理所应当去征服每一条江河？这个人叫梁从诫，他的名气不大，但他的家里人的名字却都如雷贯耳。父亲梁思成，母亲林徽因，祖父梁启超。2005年初，印度洋的海啸刚刚过去，中科院院士何作修就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名字叫做《人类无需敬畏大自然》。他把敬畏自然定性为了反科学。这不是单纯的理论辩论。那一年，何作修和三峡工程总经理陆佑梅联名向中央提议开发怒江。当时中国仅剩的几条没有被大坝拦腰截断的大江之一。4月，他和方舟子等人去怒江考察，回来之后，他们就对反对修水坝的环保人士展开了围攻，给反对者扣上了伪环保的帽子。何作修的逻辑和林义山当年讲的如出一辙，自然是等待开发的对象，能讨论的只是怎么开发。反对方里就有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办者梁从诫，他在《新京报》发表反驳文章，讲了自己的一件经历。当年他为保护藏羚羊奔走，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教授当面问他，就算藏羚羊都灭绝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梁从诫一时语塞，只能反问，那大熊猫都灭绝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灭绝了，又有什么关系？这就是人定胜天最赤裸的表达。凡是不能为人所用的生命，它继续存在的价值是需要人来批准的。然后梁从诫写下了那段最有名的话：大跃进时代的豪言壮语，什么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石油工人一声吼，地球也要抖3抖。谁能保证我们今后就不会再干这种蠢事呢？梁从诫比李瑞多往前走了一步。他说，他和何作修的分歧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2种价值观的原则分歧，这是整场论争的分水岭。李瑞当年问的是，拿下这条江成本算清楚了没有？而梁从诫问的是，人为什么一定要拿下它？人和自然非得是一场要分出胜负的战争吗？李瑞质疑的是人定胜天的方法，梁从诫质疑的是
人定胜天的资格。而何作修这个人，梳理他此前50年的言论，你就会知道他一直在扮演同一个角色，用政治给科学划线。1955年，他写文章批判建筑学家梁思成，也就是梁从诫的父亲的理论，把梁思成定性为复古主义、资产阶级维新主义，违反总路线。何作修的背后是一个叫畅观楼的写作班子，而畅观楼的背后实际掌控人是彭真。因此，从一开始，这就不是什么建筑学论证，而是政治定性。80年代，何作修论战方励之，说宇宙学和量子物理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。2001年，他主张3个代表应当成为评价一切科学工作的根本标准，不是让科学检验政治，是让政治来打分科学。从建筑到物理到环境，50年，靶子换了一个又一个，动作永远是同一个，给对方贴上唯心、反科学、落后的标签，然后论争就结束了。这个当年批判过梁思成的人，50年后又坐到了他儿子对面。在这场论争之后，怒江水坝的工程被搁置，直到梁从诫死后，这个工程依然是个悬案，既没有说要修，也没有说要放弃。梁从诫晚年评价过自己的家庭，他说，从祖父梁启超到父亲梁思成，再到他自己，我们3代人都是失败者。人定胜天这4个字，我们拆开来看，它是由3根绳拧在一起的。第一是唯意志论，只要意志够强，没有战胜不了的自然，这是李锐挑战的那一根。第二是人类中心主义，自然的价值由人的用途决定，不为人所用的可以牺牲，这是梁从诫质疑的那一根。第三是政治定性，谁怀疑了前面2样，谁就是唯心、落后、反科学，这是缠住了黄万里、李锐、梁从诫的那一根。唯意志论说没有革命意志办不了的事儿，人类中心主义说没有不能为人牺牲的自然，政治定性说反对者都是反动派。3根绳拧在一起，这套逻辑就闭环了。它不是在说服阻力，而是在清除阻力。让我们回到六兰水库，无论这次溃坝的最终调查结果指向哪里，有一件事已经相当清楚了。1958年那场靠革命意志迅速铺开的建设，给这个国家留下了一笔长期负债。水利部自己的数据，1954年以来，全国累计发生水库溃坝事故3515起，98.8%是小型水库，而这些小型水库大多正是那个年代修的。六兰水库的这次溃口，只是这笔巨额负债的又一次到期。而就在去年2025年7月，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开工，官方声称是世界最大，论证了几十年。在公开渠道里，我们找不到完整的环评、听证记录或者反方意见。一项影响跨境河流和脆弱生态的超级工程，公众连它的论证过程都看不到，这本身就是答案的一部分。1989年，三峡工程还没有上马的时候，记者戴勤主编过一本书，叫做《长江三峡工程论争》，里面摆满了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反对意见。这本书出版几个月之后，6次事件爆发，戴勤入狱1年。那本书所代表的公开讨论空间也一起收了场。给戴勤那本书写序的吴国光留下了一句话，他说，那种好大喜功的天性常常是与无限权力拥有者不可分割的，一种不受制约的权利必然是为所欲为的，为所欲为必然是不需要科学的，而当科学一旦成为政治的仆从时，它就不成其为科学了。而这正是人定胜天这套世界观真正的病灶，推动者只要许诺未来可以变得更好，就能够动手，而怀疑者却要证明灾难一定会发生，才有资格喊停。这是极为沉重、近乎不可能的举证责任。如今我们要面对的现实是，雅江工程上马，
公众看不见有体制内的李锐、民间组织里的梁从诫和舆论界的戴晴。更有甚者，六兰水库崩溃之后，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一经刊出，立刻就被全网下架。2021年，习近平在南水北调座谈会上讲了这么一句话：既讲人定胜天，也讲人水和谐。这个南水北调本身也是另一个人定胜天的代表工程。你看，从毛泽东讲到江泽民，从江泽民讲到习近平，中共建政快80年了，这套人定胜天的革命思想底色一直都没有变。可真正的问题是，如果没有一种能够让权力停下来的力量，人水和谐就是一句废话。权力能够让发问的人闭嘴，却没有办法让台风、暴雨和洪水跟着一起闭嘴。我们一直在喊人定胜天，可天从来没有跟谁比过输赢呢。